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帮同学把外卖送上楼后，我被富二代少爷当众羞辱。他讥讽我是一辈子干苦力的下等人，还冲我炫耀他家刚买的邮轮。我盯着照片上刻着我英文名的邮轮沉默了。他是首富之子，那我是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刚开学不久，只因我顺手帮班里打零工的贫困生送了趟外卖，不料竟招来一宿舍的嘲讽：怎么才来，送个外卖都整得快超时，什么废物！为首的名叫姜志涛，他一把扔掉游戏手柄，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看向我：哟，这不是咱们班的姜良吗？开学那天听你在班上提过自己喜欢马术和击剑，我还以为什么超级富二代呢，感情是个装逼货。这是我顺手帮同学送来的，他刚在路上受了伤，没法走路，不是有心的。再说，这不还没超时吗？我不紧不慢地说。噗嗤，他身旁的高个儿跟班笑了。穷逼就是穷逼，怎么还嫌自己丢人啊？眼前这几个在宿舍吞云吐雾的家伙，似乎认定了我就是靠送外卖来赚取生活费的穷苦学生，肆意的在我跟前散发着不知道从哪来的优越感。知不知道我们江哥为了等你的外卖饿了多久？这一顿日料8000多，够买你的命。另一个胖子跟班随即附和道：给我们江氏集团的少爷送外卖，是你这种土包子几辈子都难遇上的荣誉。我被他的话整懵了，倒不是惊讶于外卖的价格，你是说那个江城首富名下的江氏集团？正是。怎么样，怕了？我怕，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如果我18年以来的记忆没有出现错乱的话，毫无疑问，我才是江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啊！知道怕了就好。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在我面前装？姜志涛摇晃着脑袋，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送完东西就赶紧滚，别让我们宿舍都沾到你的穷酸气。姜志涛见我愣了几秒不说话，还以为我是被姜氏集团的名号给吓傻了，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而事实上，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没有引起我的一丁点的情绪波动。我压根没心思跟他掰扯太多，甚至不屑于去揭穿。他这样罕见的极品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让我不禁想弄清楚这人顶着我的名号究竟打算干什么。然而还没等我多想，刚打开外卖盒的姜志涛不知怎地勃然大怒：我点的烧酒怎么没有？是不是你给我偷了？见没找着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第一时间就冲我咆哮道：这单子上本来就没有，要么是忘了点，要么是系统出了问题。我瞟了一眼外卖单子后说道：那你的意思是我故意冤枉你了？你个送外卖的穷鬼也配？姜志涛大概是看不惯我不以为意的态度，抓起烟灰缸就往这边泼，燃烧殆尽的烟灰铺洒在我的衣服上，弄得我上半身沾满灰尘。你小心着点，如果把我衣服烫坏了，可是要赔钱的。我甩手拍着衣服上的污渍，不经意地说道：就一身破衣服，能值几个钱？姜志涛鄙夷地看着我：你浑身上下的行头没有任何 logo， 是你妈在哪个地摊上淘的吧？还敢跟我讹钱？看来这货装腔拿调的，也不知道做功课。我这衣服的面料，内行人士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而且全都是聘请的全球顶尖裁缝手工定制的，世界上仅此一件，怎么可能会有 logo？ 姜良，我劝你跟我们姜少道个歉，虽然单子上没有，但你作为一个送外卖的，不应该帮客人检查一下订单有没有问题吗？
这就是你工作的态度。高个儿仔细查看了一下单子，意识到是江志涛弄错了，但他不仅没有承认事实，反倒是破起我来了。就是，居然有脸让江少赔钱，惹到江氏集团的人，以后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胖子在一旁帮腔恐吓道：“行了，行了。”江志涛佯装大度地摆了摆手：“我就不跟你这种农村来的土包子计较了。正好我准备周末请全班同学来我家游轮上玩，算是给大家的见面礼。我就大发慈悲的顺便带上你这种一辈子只能干苦力的下等人好了。”瞧瞧这人的无耻程度！明明是他不分青红皂白的先弄脏了我的衣服，到他嘴里倒是成了他发善心原谅我。江志涛掏出一张游轮照片，在我面前来回晃荡，看见没？20亿打造的豪华游轮，光是去上面玩的花销都抵得上你几辈子的衣服。我看你估计还得倒补我点才说得过去。我盯着照片上刻着我英文名的游轮，陷入沉思。除此之外，背景那一片私人海域也十分眼熟。如果真像他说的，他是首富之子，那我是谁？我怎么不知道？我爸还有别的儿子。从宿舍出来后，我一边往下午上课的教学楼赶，一边打电话给我爸：“喂，爸。你是不是偷偷给我买了艘游轮？你都知道了，是不是你妈给你讲的？我都说要保密了。”这家伙，我爸无奈地笑道：“本来是给你这周6生日准备的礼物，既然你都听说了，我就不瞒你了。到时候记得来船上，咱家亲戚会来。那这几天都有谁去过游轮上啊？没别人啊，就临时请了20多个工作人员。维持设备运转，你知道的，我最忌讳在外面暴露你和你妈的个人信息，所以我连你生日的事都没说，不想大张旗鼓的办。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听了我爸的说法，我捋了捋思路。从小到大，我爸妈感情好得出了名，就我10多年来对他们的了解而言，他俩都绝不是会背叛另一半的类型。江志涛绝不可能跟我家有半毛钱的关系，但他是如何瞒过这20来号人，甚至还敢大摇大摆地带着同学们上船的呢？无论如何，看来他并不清楚我家这周6刚好要为我在游轮上庆生的事，不然他也不会自己往枪口上撞。倒也没什么大事，爸。只是这周末你们估计能看上一出好戏。说完，我挂断了电话，因为我听见了一阵悦耳的铃声正不停地打进来。这是我为女友下课设置的专属音乐，可能找我有什么急事。喂，在忙什么呢？有没有想我？他俏皮的声音像是紧贴着我的耳朵。我等下就要上台了，说真的，我好紧张啊。我还从来没有登上过这种国际舞台呢，你快随便说点什么，分散我的注意力呀。我的女友夏科是当下最火爆的女团组合 LINE 的门面担当。前不久，她带着队友们飞往欧洲，受邀参加一场即将到来的国际舞蹈大赛。放宽心，那些动作你都练了上千遍了，怎么也不可能出问题。没事的，小柯。说着，我话锋一转，想让他紧绷的精神稍微舒缓一下。我爸瞒着我买了艘游轮给我，说是庆生。你该不会也有什么保留节目吧？游轮的事都传到你那里去了，消息挺灵的呀。他有点惊讶，看这语气，就连他也知道这回事。我当然也有惊喜啊，但是不告诉你。你也休想从我这儿榨到一点消息。先不说了，我们该上场了。挂了哦。喂，小柯，你还没说这次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最后这句话他没有听见，大概是被队友喊走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倒是被来教室上课的姜志涛一行人听得真切。刚刚就听你一个人在门口聊个没完，什么小柯啊，叫这么亲密，该不会是女朋友吧？你们村的村姑？姜志涛站了出来，当众嘲讽道：“我算是明白了，这人以为我家没钱没势，而我又不像他那帮小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舔他，所以怎么看我怎么不爽，想要杀鸡儆猴。”在班上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在他的眼神示意下，高个儿跟班识趣的突然凑近，由此瞥见了我手机里和下课的聊天记录，备注一栏赫然显示着他的全名。这是我的习惯，我手机里所有联系人，包括亲戚，一律都是备注名字，而聊天背景则是他的高清照片。哇！高个儿跟班夸张地叫着，吸引了好几个不明真相的围观同学。你们快看，想不到我们班送外卖的姜良还认识当红女星下课啊！他的话语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有几个同学看着我手机里下课跟我聊到的国际舞蹈大赛内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大概是觉得我真会给自己加戏。我决定现在就封你为装逼王。胖子跟班拍了拍我的肩膀，怜悯地看着我，连装个逼都要请群演来配合自己一起，还故意站在教室门口让全班人听见，也是病得不轻。姜志涛在听见下课的名字后，神情明显变得更加轻蔑，甚至隐约带着一丝嘚瑟。他挥挥手让跟班打开了一个快递盒，这是我中午刚让他们给我拿来的快递。你小子这下也算是装逼装到了我的主场。他说着将快递拆开，那里面装满了下课的签名写真，每一张在市面上都罕见，这些东西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是粉丝应援会那边特意送给我的。姜志涛得意洋洋地说着，像这样的周边产品，只要我想要，那边就会源源不断地给我寄，这些就送给大家好了。说罢，他就让跟班们把东西给同学们派发下去。我的天啊，下课这张照片都绝版了，网上根本抢不到的，这也太牛了吧！那个姜良还真是小丑。我中午就在宿舍看见他一个人拎着外卖往楼上走，现在居然敢装作自己认识女明星，被打假了吧？哎，你们说，国民女神夏珂跟姜少是什么关系？都是江城大佬家庭出来的孩子，会不会他们其实很熟啊？我在心里默默冷笑，很熟？我跟夏珂两家是世交，婚事也是双方家长一早就定下的，这岂止是很熟的关系？就连他姜志涛手里晃动着的绝版写真，都是我亲手在我家摄影棚给他拍摄的，好吗？看来这个姜志涛不仅是我女友的粉丝，还是个狂热老粉，要不然也不可能弄得到这一堆东西。大家静一静，趁着老师还没到教室，一个跟班上前打开了投影仪。我们姜少要宣布一件大事，一段段姜志涛在豪华游轮上悠闲游玩的视频在大屏幕上播放着。这个周末，我请全班同学去我的游轮上玩，那里什么游乐设施都有，包你们大开眼界。姜志涛像个发表演讲的领袖一样侃侃而谈，而讲台下同学们的情绪沸腾了。我去，豪华游轮，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呢。我刚入学就听说首富的儿子在我们班，今天一看，名不虚传。呜，老天，世界上多我一个有钱人会怎么样啊？而我坐在台下沉默不语，看来这冒牌货还真能随意出入游轮内部啊！我倒想真看看周末他要怎么收场。周六很快就到了，大家兴致勃勃地冲上游轮，迎接美好的玩乐时间。
在他们眼里，邮轮果真和江志涛所说的一样，极致奢华。这艘斥资足足20亿的豪华邮轮体型庞大，不仅有大型露天游泳池、私人影院、电竞馆等一系列无比齐全的游乐设施，甚至内部还有一整条步行街，外面还配有直升飞机停机坪。同学们的眼睛都看直了，好几个人直呼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也几乎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并不是因为种类繁多的游乐设施，而是我们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还没登船，就有管家小跑着下来迎接江志涛，为他整理随身物品。到了甲板之上，20来个保安、保姆以及船员模样的人排成一排，整齐划一地对着江志涛卖力的鞠躬，嘴里还大声喊着少爷好。而江志涛则是悠哉悠哉地接过他们端来的果汁和点心，慢条斯理地吃上几口，仿佛自己真是这里的主人一般。就算是一个两个看走眼也就算了，他是怎么一下子瞒过这么多人的？怎么样，你这种穷鬼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老子一出生就有，现在还在意你那件弄脏的地摊衣服吗？我看你得跪下感谢我，让你见了一辈子都见不到的新奇玩意儿。江志涛戴着墨镜，悠闲地端着一杯果汁坐在了我旁边。你要是考虑认我当老大呢，那我也考虑考虑以后多带着你。见到这一幕的同学们窃窃私语，江少在跟那送外卖的说什么呢？什么衣服不衣服的？我听江少的朋友说啊，是江良自己搞脏了衣服，还不讲理的非要让江少赔，这都什么奇葩啊！江少也真是好心，还把他也带来一起玩。我对他们带有主观判断的言论毫不在意，这一听就是江志涛的人在外面瞎传，想诋毁我的形象。他也许是耍了点什么我不知道的手段，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但假的就是假的，不用我多做什么，他迟早会被当场揭穿。随着同学们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嘈杂，江志涛那两个小弟也不怀好意地朝我们这边走来。看来如果我不吃软的，他们就要给我来硬的。就在这时，巨大的响动从头顶上方传来，抬眼望去，是一架私人直升机正缓缓地降落在不远处的停机坪上。所有人都在此刻停了下来，好奇地望着那边的动静。江志涛不耐烦地往那方向一瞥，却看见了令他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场景。只见夏科带着几个队友从上面走了下来，夏科边走边摘下头上戴着的降噪耳机，在海风的吹拂下，他那精致的如同洋娃娃一般的面庞显得格外动人。同学们惊呆了，一个个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怎么这么多人？夏科看着他们也有点懵。那个，我们是江少的同学，他请我们来邮轮上玩的。有一个胆大的同学小心翼翼地回答道。江少。夏科愣了一秒，看向我，随即笑得前仰后合，对我调侃道：你们是在拍什么黑帮电影吗？哈哈哈哈！嗨，江少，是你让他们这么喊的啊？江志涛坐得离我很近，从旁观者的角度乍一看，很难分清夏科究竟看的是他还是我。不过同学们很自觉地先对号入座了。天哪，江少连夏科他们这种级别的明星都请得到，不会是专门为了这次聚会才请来的吧？我要感动哭了。我听在电视台打工的亲戚说过，夏科近期本来就打算公开传说中自己青梅竹马的男朋友，难道说这人就是江大少爷？我的天，什么神仙爱情？木了。处在话题中心的江志涛则是面色涨得通红，额头上布满了汗珠，
他搞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梦中女神夏柯会出现在这里，心里恐怕是又激动又惶恐。激动的是想都没想过能在这里看见真人，怕的是被他这种圈内人看出自己就是个假货。他只能硬撑着，撇了撇嘴角，露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笑容。请问你也是江少爷请过来一起玩的吗？胆大的同学继续发问。我可不是来玩的。夏柯好不容易才平复好了心情，对我这边眨了眨眼。我是有礼物要送给我们江大少爷。说着，他和队友们登上了甲板中央的大型舞台，打开了影音设备，一场酣畅淋漓的现场表演看得大家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仙境。要知道，他们团最便宜的巡演门票都烫手到逼近普通大学生1个月的生活费，就这样还一票难求。我认出他们所跳的舞蹈是这次欧洲之行的参赛曲目，因为这曲子刚谱出来时，夏柯就曾给我听过一小段 demo 曲毕，现场重归于寂静，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他温柔似水地望向我：“生日快乐哦，江大少爷！”此话一出，同学们炸开了锅，艳羡之情溢于言表。但还是有人发现了不对劲。等下，我记得开学当天，江少不是给我们秀过他暑假去马尔代夫过生日的照片吗？怎么又过生日了？这人满脸疑惑地看向江志涛。这有什么？江志涛处在随时都会被揭穿的偌大恐惧之中，紧张得手都在发抖，却还强装镇定。我1年过2次生日吗？阴历阳历的都过。夏柯意识到了台下的骚动，但看样子他并没有听清大家七嘴八舌的在讨论什么。下一秒，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从台上朝我飞奔而来，撒娇般的扑进我的怀里，紧紧地贴着我。喜欢吗？他仰起头来看我，眼底满是笑意。这首歌就是写给你的。我飞机一落地就带着朋友赶到你这儿来了，就想让你看看本小姐的表演多有魅力。都怪这次比赛管得严，不让带家属，不然我非得让你在台下好好的看着我们是怎么获得第1名的。当然喜欢啊！我轻笑着抚摸他的脑袋，尽管夏柯在我怀里发嗲的样子放松又活泼，但甲板上的气氛还是在这一刻骤然凝固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一随意的日常举动已经在同学们的心里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夏柯是童星出身，家风很正派，自出道起就从来没有过什么花边新闻，哪怕是在荧幕上都没有跟哪个男人有过如此亲密的肢体接触，更别提是现实中。除了他那几个知道内情的朋友之外，看见这情景的其余所有人都彻底傻了眼，大脑进入宕机状态，因为他们很清楚，就算我再怎么能装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拉上夏柯本人陪我一起演戏。江家少爷该不会压根不是江志涛吧？片刻过后，才有人弱弱地发问。夏柯这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一副面色凝重的样子。江志涛，那是谁？他眨巴几下眼睛，呆萌地盯着大伙儿。我还以为你们在说江良呢，我就说少爷这种称呼也太不符合他低调的性子了。我不管他是谁家的。江志涛拔高了声音，像是在为自己壮胆。反正我就是江城首富的独子。你，夏柯没忍住，一不小心笑出了声。我从小在江城富二代的圈子里长大，可从来没有见过你啊！你哪位？眼看周围质疑自己的声音越来越多，江志涛心里明白，自己这场戏算是要唱到头了。可我万万没想到，这货被逼上绝路后，
还会有更加丧心病狂的举动。他妈的，你们这帮没眼力见的蠢货，还愣着干什么？快把这人抓起来啊！他突然转头冲后面的保安喊道：你们几个之前不是亲眼见过我爸吗？难不成真信这个假货的话？那几名保安被这状况弄得一头雾水，犹豫着不敢前进。相比之下，姜志涛说的话让我更加摸不着头脑。见过他爸，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不只是他自己冒充我的身份，还找了人假冒我爸？这根本说不通啊！众所周知，我爸是江城首屈一指的企业家，屡屡登上过各大新闻头条，参加的公共活动也是数不胜数，绝不可能有人对他那张脸毫无印象。同学们见这状况，纷纷露出迷惑的神色。他们深知夏科的出现说明基本上已经说明我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姜志涛说的那一番话，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是显得有点好笑，甚至让人不由得怀疑他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很显然，现场没有一个人真把他的话当回事，而是面面相觑地望向我，仿佛在期待着我对他们下达命令。要知道，夏科可是家喻户晓的国民级女神，傻子才会放着她不信，去信姜志涛这种跳梁小丑。你们几个干什么吃的？长脑子没啊？赶紧把他扔进海里啊！姜志涛急得直跳脚，对着几人破口大骂：妈的，一天到晚耀武扬威的，真给你脸了！终于有一个保安气不过姜志涛那狗眼看人低的德行，对着他背后飞起就是一脚。干什么？是不是非要我爸过来，你们这帮傻子才肯听话？姜志涛被那一脚痛得龇牙咧嘴，却还在嘴硬地叫嚣着。他话音刚落，一阵震耳欲聋的游轮鸣笛声响彻云霄，遭受音浪攻击的大家表情痛苦，连忙用手捂住了耳朵，包括上一秒还在气急败坏的姜志涛。奇怪的是，声音并不是从我们这艘游轮发出的。我朝着海面定睛一看，附近的海岛后面隐约开出了另一艘游轮，因为有海岛的遮掩，导致刚才根本无人注意到它。只是那艘游轮看上去比我们所在的这艘体型还要宏伟，配置还要豪华，跟它一比，我这艘简直就像个半大的孩子。游轮很快开到了我们面前，全自动舷梯缓缓升出，我爸带着一众亲戚从上面慢条斯理地走了下来。他有股不怒自威的气派，仅仅几步路的距离都让这帮学生吓得心惊胆战，大家震惊得快要喘不上气。就连我爸带着的亲戚也无一不是平时只有在电视上才有可能看见的大人物。怎么，听说你才是我儿子？我怎么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你这么个儿子？他笑眯眯地看着姜志涛，头上青筋微微凸起。这下如姜志涛所愿，他爸真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夏科担心我的安危，悄悄给本就在往这边赶的我爸他们打了个电话通风报信，让他们尽快过来。此刻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姜志涛的那两个跟班吓得腿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哭丧着脸说：姜总，我们错了，全都怪他，假冒您家少爷，骗得我们好惨，我们是无辜的啊。对，有什么事您都找他，千万别找我们。姜志涛的表情倒没有太多惊讶，反而是震惊地望着前一秒还在对自己马首是瞻的几人，好像在惊异于明明还受过自己好处的这几人翻脸翻得如此之快，不给自己留一丝情面。果然假货就是假货，我就说呢，就姜志涛那气质，怎么看
也不像个有钱人，他怎么敢的啊？是有多不要脸才做得出来这种事？就不怕在江城混不下去？同学们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滩腐烂发臭的垃圾，冷嘲热讽的话语不绝于耳。之前把他捧得有多高，现在就把他骂得有多低贱。我想，自下科登船后，他大概就隐隐意识到了我的身份并不简单，可他已经骑虎难下，他不愿意去想，更不愿意承认那种最坏的可能，因为那无疑是在所有人眼皮底下狠狠打自己的脸，所以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硬撑到了这一刻，才终于控制不住的情绪崩溃了。够了！他大吼一声，血红的眼睛紧盯着我。江良，都是你把我害成现在这样，我跟你拼了！江志涛想要跟我玩命，但他挥过来的拳头被人仅用几根指头就轻松地拦下。那人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简简单单就把他撂倒在地，牙都摔碎了几颗，就像成年人教训一个不听话的3岁小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连他的墨镜都被揍飞，溅出来的玻璃碴子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正鼓鼓地往外渗，看着就觉得疼。我无语地摇了摇头，谁叫这小子自讨苦吃？回击他的那人是我二舅，平平无奇的世界散打冠军罢了。江志涛是吧？我叔叔亮出了他的律师证。我已经联系全城各行业的人脉，对你展开彻查。你的个人支出流水和你的家庭经济状况严重不符。我合理怀疑你对邮轮上的贵重饰品有过偷盗、变卖等违法行为，请你协助我们调查。小子，单凭你刚刚搞袭击这一条，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看所守一日游喽。我那身为本地警察局局长的远房大伯掏出一副银手铐，上前亲手铐住了江志涛瘫软的双手。一行人压着江志涛就要走，紧接着一个大妈哭着从人群中冲出来，拼命挡住他们的去路。不要啊，不要带走涛涛，你们抓我吧，要错全是我的错啊，都是我的主意。大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本来是这艘船上的后勤主管，那天江总恰好来视察，跟我交代了几句工作，被同事们看见了，是我昏了头，借用那次机会把自己包装成江总家的保姆，还故意跟涛涛演戏给大家看，把他捧成了江家少爷。你们不知道，涛涛他爸得了重病快死了，为了他，我们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我只能到处打零工赚钱。我这么做，无非是想让涛涛过得好一点，到外面不会因为家里穷而受人欺负。毕竟他是我的亲儿子啊！大妈撕心裂肺地嚎着，连连哀求我爸一行人放他和江志涛一马。但他这一马后炮的行为并没有骗取大家的同情，同学们只是冷冷地看着这对滑稽而又丢人的母子，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还敢道德绑架？他们家什么情况？关江家什么事？就是，这就叫做自作自受。嘴上说的倒是好听，不就是卖惨吗？大家为我这个甄少爷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七嘴八舌地抒发着自己的真情实感。还不等我们父子亲自发话，一道颤抖的声音从人群后方响起，及时打断了大妈的哭嚎。怎么是你？那个被我帮过的贫困生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甲板上，惊愕地看着地上的大妈。他叫张浩哲，因为之前送外卖受伤的缘故，登船后他就一个人单独窝在房间里休息，这会儿可能是出来透气，没想到碰上了这场闹剧的精彩部分，还真是你们两个没脸没皮的东西。张浩哲的表情逐渐变得愤怒，我就说
为什么江志涛看着那么眼熟？他不就是小时候跟我一起读过书的刘志涛吗？大家不知所措，没明白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上前狠狠地扇了江志涛一个耳光。都是因为你们，害得我爸大病一场，差点死了，我家也被你们毁完了。他歇斯底里地吼着。在他的控诉下，我们才弄清楚事情的缘由。原来这家人以前在村里的时候就口条很顺，很会骗人。那时候江志涛父母刚离婚，他跟了母亲，随母姓，也凭着这个理由，他们母子俩配合着一起卖惨，借了张浩哲爸爸不少钱。没成想，第二天他们就连夜搬家跑路，一分钱也没还。他爸爸一辈子为人宽厚，因为这个事急得气出了重病，没法下地干活，家里经济状况一落千丈，从此沦为贫困家庭。也就是说，他们母子二人分明就是惯犯，撒谎成性。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为了江志涛重病的爸爸才不得不做出这种事，可事实是他们早就已经离婚多年。这种人的存在简直对同学们10几年来的认知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他们想都没想过世界上竟然还能有这么恬不知耻的人，知道他们不要脸，但没想到能这么不要脸。别说是江氏集团的甄少爷了，他甚至原本都不姓江。而张浩哲说着说着，情绪渐渐上头，刚刚的那一个耳光似乎一点也不足以泄愤。在听说就连我都被江志涛当众刁难的事之后，他心里的炸药桶被引燃，用尽全身力气又接二连三地揍着江志涛。我让你他妈骗人，居然还欺负到我哥头上来了，你算什么东西啊？他边说边往死里揍，打得江志涛毫无招架之力。帮忙送外卖那事儿后，他就跟我关系亲近起来，自愿认我当哥。看这架势，要不是有人及时拦下，江志涛这小子怕是命都差点被他揍没了。即使这样，江志涛还是肉眼可见的被揍成了猪头。在这之后，他们母子俩被我的长辈们押送着去了警局。几周后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确变卖了不少邮轮上的贵重物品，得来的钱则是被他们花天酒地的挥霍掉了。想必一开始，江志涛能很快获得室友们的信任，靠的就是这笔启动资金。当然，我还记得让我的律师叔叔算上了起先那套脏衣服的清洗费用，欠我的钱，这小子一分都别想少掏。在之后，他们母子二人双双入狱，并且因为无力赔偿对我的欠款，法院强制收走了他们名下所有财产用于抵押，剩下的则是需要延期偿还。按他们的个人能力，即便有朝一日出狱了，只怕也是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翻身的机会。不仅如此，那天邮轮上的事情经过，以及后来江志涛被活生生揍成猪头的画面被好事者全程拍摄下来发到了网上。因为一部分视频涉及当红女星夏珂，这一惊爆的新闻没过多久就席卷全网，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江志涛和他妈的那2张大脸频频地出现在各种八卦公众号的头条，他们也算是真正的在江城出了名，只不过是以过街老鼠的身份。而我一贯低调的人设也因为此次事件被打破，索性公开了和女友夏珂的恋情，逐步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一边上学，一边着手参与学习公司内部工作。我的生活就此变得忙碌起来，不知不觉中，4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过去。而在大4即将毕业这年，我带着夏珂
再次登上了那艘游轮。我牵着他的手，站在当年他跳舞的那个舞台上，带他看了一场盛大的海上烟花。他眼眶湿润地答应了我的正式求婚。与此同时，手机忽然弹出一条推送消息，我拿起一看，是本地的突发新闻。眼前这几个在宿舍吞云吐雾的家伙，似乎认定了我就是靠送外卖来赚取生活费的穷苦学生，肆意地在我跟前散发着不知道从哪来的优越感。我怎么了？夏柯见我神情严肃，开口问道。没什么，我摇摇头，不想让这种烂事打扰我们现在的心情。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我将戒指缓缓地戴上他手指的那一刻，电话又响了，是我爸打来的。怎么样，成功了没有？他笑得很爽朗。你现在也是有家室的人了，事业这方面也要用点心。我准备让你一毕业就去上任江氏集团南部分公司的总经理职位。我老了，也是时候把家族产业交给你打理了。爸，你就放心吧，我这几年学了不少东西，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咱家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我相信我的儿子绝不是平庸之辈。我一手拿着手机，一手牵着夏柯，望向宽广辽阔的海面。我知道，属于我的新征程即将开启。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